大家好，我是戴着镜头的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今天说的片子叫《黑暗乡村》，故事一开场发生在一家小旅馆，男主角小白和他老婆刚刚结婚，两口子打算开车横穿沙漠。旅馆里有一个奇怪的帽子男，让小白照顾好自己的老婆。小白很生气，我老婆你那么关心干啥？你不会是姓王吧？原来最近总是有金发美女失踪，吧台还贴着一张金发美女的寻人启事。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大家记得做一下笔记。然后小白就带着老婆上路了，就这么开着开着，突然半路冲出来一只这回不是鹿也不是傻狍子，而是一个大活人。小白停下车开始观察，发现被撞的人血肉模糊，但还剩下一口气。根据这个伤势的严重程度，小白非常快速的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应该不是个碰瓷儿的，这人应该是发生了车祸，从车里爬出来，走到路中间。小白把他抬进了车里，打算送到就近的医院抢救。然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这条路似乎永远也开不到尽头。两口子开始互相抱怨，而那个被撞的神秘人突然坐了起来，大喊大叫，吵着要下车，还偷偷跟小白老婆说让他离开小白，并且居然准确的叫出了小白的名字。你咋知道我叫小白？偏偏说的片子男主不都叫小白吗？神秘人问小白知不知道被人谋杀的感觉？小白愤怒的停下车，你他妈在瞎逼逼，我把你扔下去，你信吗？大哥我错了，我保证不逼逼了。小白又开启了车，神秘人果然不逼逼了，直接动起了手，开始勒小白的脖子。小白被迫停下车和神秘人干了一仗，最后小白拿起石头把神秘人活活打死了。小白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但是老婆却认为警察是不会相信小白的。哎，你看过黄宏的小品吗？啥小品啊？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都这时候了你还跟我说小品？傻帽，我是说咱们把尸体埋了吧。然后小白开车来到了荒郊野外，但是路上后备箱里总是传出奇怪的声音。小白停下车打开后备箱一看，哇，尸体居然并没有消失不见。小白也没工夫琢磨为啥跟传统恐怖片的套路不一样呢？两口子抓紧时间为尸体量身打造了一个坑。老婆在掩埋尸体的时候，小白回到车上休息，意外在老婆包里发现了一把手枪。抬头一看，老婆突然消失不见了。原来老婆已经上车坐到了副驾驶，小白只是自己吓自己。在路上，小白忍不住问老婆为什么会带着手枪。老婆终于承认自己以前做过脱衣舞娘，手枪是防身用的。这个神秘人很可能是以前纠缠过自己的一个客人，而小白在怀疑神秘人是出发前旅馆里那个特别关心小白老婆的帽子男。两个人开车来到一个休息站，把车里车外打扫了一遍，脱下了沾满血迹泥垢的衣服扔进了垃圾桶。在厕所洗脸的时候，小白发现自己的手表不见了，很可能是挖坑的时候把表丢在了里面。手表的背后还刻着小白的名字。老婆因为害怕不想回去，所以小白把手枪留给了老婆，一个人开车回去找手表。但是挖开坑一看，哇，这回尸体真的消失不见了。紧接着从休息区传来了枪响，小白赶紧开车往回赶，发现他老婆居然也不见了。更可怕的是，路边停的车里根本就没有人，车上落了厚厚的灰尘，说明这个休息站早已荒废了很多年。小白循着脚印来到一处坟地，居然从地底下挖出了一只女人的手，但是手上的戒指并不是他老婆的，说明这是另一个女人的尸体。小白开车到处找老婆，半路上遇到一个警察，警察说不要慌不要急，人民警察帮助你。然后小白就上了警车，但是警察以副驾驶杂物太多为理由，让小白坐到了后座。大家都知道后座其实是给犯人坐的。两个人开回了那个废弃的休息站，挖出了很多金发美女的尸体，其中就包括小白的老婆，还在现场发现了小白的手表。而小白遇到的那个旅馆的帽子男居然是一个便衣警察。小白看到这里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现场抢过一辆车开始逃跑。难道那个便衣侦探才是大 boss？ 小白躲过了警车的追捕，但是一群虫子扑面而来，导致小白出了车祸，直接从车里甩飞了出去。等小白醒来以后，居然发现自己坐在自己车的后座，前面就是他自己和他老婆。小白大喊大叫，吵着要下车，因为他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之前撞到的那个神秘人。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初看之下，这就是一部低配版的恐怖游轮，讲述了一个无限循环加时空穿越的烧脑故事。但是仔细琢磨以后，还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解读。小白的老婆到底是谁杀的呢？警察、便衣侦探，还是小白自己，又或是其他人？如果是被小白以外的人所杀，那这部片子可以理解为一部死前幻觉类的烧脑片。小白的妻子是被别人所杀，小白是被凶手陷害的。在他逃脱警察追捕之后遭遇车祸，在弥留之际，小白因为对妻子的愧疚之情，所以幻想自己变成了被撞的神秘人，穿越回了老婆被杀之前，希望通过杀死自己来改变老婆被杀的命运。所以一切都是小白死前的幻想。如果杀人的就是小白自己，那这部片子也可以理解为一部人格分裂类的烧脑片。小白的表层人格是善良的，他总是会爱上金发美女，而小白的潜意识人格则是一个变态杀人犯。潜意识人格一直在利用表层人格，通过新婚旅行的方式把一个又一个金发美女骗到沙漠里，然后杀人埋尸。酒店里的客人确实是便衣侦探，他和警方早就盯上了小白。而当小白的表层人格在废弃的休息站看到自己老婆的尸体的那一幕，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死者的衣服居然突然变成了之前穿过的衣服。那件衣服明明在弄脏以后换下来扔掉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小白终于发现了邪恶人格的存在，明白了就是自己杀死了自己的新婚妻子。他自然要躲避警察的追捕。发生车祸以后，小白变成了血肉模糊的神秘人，他一心想杀死过去的自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杀死自己的邪恶人格，终结这个循环。偏偏个人更偏向于这种人格分裂的解读。而最后结局的无限循环，同样也可以解释为小白遭到了死神的诅咒，让他进入了无限的循环中，体验无尽的恐惧与痛苦。这部《黑暗乡村》集合了无限循环、时空穿越、人格分裂、死前幻觉等多种烧脑元素，不同的人看完以后会有不同的解读，所以推荐给喜欢看悬疑烧脑片的朋友们。如果喜欢片片的视频，欢迎关注和订阅，并把它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拜了个拜。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软软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